临、兵、斗、者、剑、阵、列、前、行。九字真言，有趣。出！这是不动明王宫。运功时成金刚怒目相，鬼神皆畏惧，是为不动明王。此功已爆发出自己身体里所有的能量，逆境杀人，是世间最蛮横霸道，却也是最伤人伤己的武功。你竟真的能变不动明王？我不信。那就打到你信。真有能耐。好了，叶鼎直，快收工吧。这么大动作，学堂应该也能察觉了。留些余力等他们的人来。不好，他要走火入魔了。看来你这不动明王功就练成了一半啊！那就莫怪老夫诛灭你这小神了。当着我的面敢动我的人，我不过是受了点小伤，就容你这么放肆？等了这么久，也该轮到我这个主角。出少年。
赌。到赌场来比赌？这是班门弄斧吧？我刚才听他说他叫尹落霞。对啊，怎么了？来了千金台，当然要赌。赌？学堂之内赌艺精湛的，莫非要把老七找来？不用劳烦小先生了，在我千金台还缺会赌的人吗？这百花楼的凤姑娘还有1刻钟就要奏曲了，我都没给她着啊！给我抬回去！你们俩好大的狗胆，我说话都不听了吗？抬回去！谁叫你们把我抬回来的？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天说吗？哎呦！哎呦！谁？下！哎呀，我说涂婉啊，这个凤姑娘那个曲儿就那么好听吗？你是一日一日的听啊，怎么就听不够啊？那怎么能听得够啊？涂嫂，我跟你说，像你这种俗人，你就永远都不明白。这涂大爷和涂二爷长得真是不一样啊！不要吗？迟早会一样。涂婉啊，你别跟我说话，烦你！有个姑娘，那个姑娘说要跟你较量一下赌术。我没兴趣，你抓紧找人把我送回去吧。一会儿冯姑娘都开始奏曲了。怎么，涂二爷是怕了？你看看，我怕了。来，让我看看是哪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说我怕了。姑娘，想赌什么？嚯，这人是学变脸的吧？果然还是美人最可怕呀！升官图、叶子戏、马调、天九、螺旋城还是比大小，随便你选。哎呀，姑娘会的可真多呀！那咱们就比天九。大天九、小天九，此乃是天启城的千金台，天下第一城的天下第一大赌坊，自然就只有大天九。好，我做庄，两人决。我看啊，那边那两小子这么感兴趣，不如一起过来玩吧。我们若是赢了呢？呀呵，想从我手上赢牌，你做什么春秋大梦？话不能这么说，有些规则还是说清楚的好。您说是吧，柳叶公子？赢了，这出事就算你过。可要是输了呢？那酒和肉也分你们一份。好买卖，来吧，二位请吧。出门、天门、末门，三位怎么挑？末门。天门。那就出门。怎么听起来不大吉利啊？姑娘，怎么年纪轻轻的想不开学赌啊？这赌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一旦沾上，轻则穷困潦倒，重则家破人亡。这么多年，我只见过一种人靠赌博活得滋滋润润。哪种人啊？开赌坊的人，嘿。开赌坊的人心比狗黑，杀人不见血。大爷，他骂你。他骂他自己。那你今天就能见到第二种人。听姑娘这口气，好像赌王似的。怎么样，三位都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，来吧。来，看看我的牌如何？怎么样？哇，3、6一只鹅，神仙救我。牌也太小了。怎么听起来更不吉利了？的确没有比这更不吉利的了，因为你配出了少有的最小的牌，不管庄家是什么牌，你都会输。
你还是回去酿酒去吧。嗯。哎，你的肉好像糊了啊！哎，让我看看你的牌。牌不错。天王河天高酒，还真配你的天门。你们这黑话我也听不懂啊，听起来倒是挺霸气的。怎么样，你能赢吗？你把我的牌掀了，庄家还没亮牌，我怎么知道能不能赢？哎，不劳公子费心了，自己来。哈哈。双帝妈梅，好牌？哎，不算最好的牌，不过赢我是绰绰有余了。你呢？妈人，好牌，的确是好牌，不过不如庄家的双帝，也输了。姑娘这牌啊，确实不错，但是就是可惜，这只是我的小牌。至尊宝，至尊宝当然做到了。这什么运气？怎么可能？难道真的是他？不敢想啊！赌徒们一辈子也难碰到一次的至尊之牌杀一切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能配出至尊宝。至尊宝，好牌！涂大爷怎么如此惊讶？那个姑娘，她出千了。涂大爷看到了。我若是看到了，她这双手啊，无论如何都得留在千金台喽。既然没看到，为何认定这姑娘出千了？因为涂婉她出千了，她坐在下面，就没有人能抓到至尊宝。可涂大爷不是说，在千金台内，从来不会出现出千的情况吗？抓到的叫出千，抓不到的都叫实力。哎，你要不要看一看你的肉烤没烤好？哦，你去看看你的酒酿没酿好。对，走。徒儿爷，怎么说？敢问姑娘，尊姓大名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叫做尹落霞。涂大，你耍我玩是吧？我也以为是骗子嘛，这不是把你叫过来验验成色吗？另外，你输的不冤。叶鼎之，她很出名吗？她呀，是昔日赌王之女。那年，赌王在北离的第3大赌坊青州逍遥楼内输给了男爵来的连如烈，几十年的身家被一朝洗空了。第2日，他的女儿便坐上了赌桌，连胜3局，重新夺回了赌王之位。那年他才10岁，个子不够高，是坐在赌王的肩头上赌的。嘿嘿，原来是小赌王。在家技不如人，甘拜下风。咱们改天再赌过啊！赌就不必了。我过出事了吗？能在千金台出千，也是本事。过。考生尹落霞过出世。敢在这么短时间内选择酿酒参加比赛，不是天才就是蠢材。希望你是前者，这样我们就能做同窗了。为什么他走之前还得损我一句？想点好的，他是在鼓励你。哦，信你个鬼！你这是要干嘛呀？让他睡一觉，我也睡一觉。
啊！进去有多久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你看看这么久还不出来，这么长时间了，这搞什么呢？不是里边到底什么情况？怎么还不出来？一个时辰到了。不，还没有。可我看这香已经烧了过半了呀。这不怪你，这周围的时间、空间流转，都因为某些原因变得混乱了。我刚才明明倒了一杯啊，怎么空了？是奇门遁甲。奇门遁甲？没错，学会奇门遁甲，来人不用问，此方天地一切逻辑都由布阵者决定。我的菜怎么糊了？我的花呢？这怎么了？这阵呢，我就不破了。有此等功力，可过。诸葛云，在公子面前献丑了，谦虚了。他姓诸葛，姓诸葛，代表了什么？代表了很多。就像你姓百里，就代表了一些东西。考生赵玉甲，就变个戏法吧。又来个变戏法的，赵玉甲，我还赵玉珍呢。公子，不是我说，你这定的时间也太长了吧，1连6个时辰，哎呀，谁受得了啊？时间掐的倒是挺准啊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叫熟能生巧，多被师傅打几回你就知道了。我看你的羊腿也快好了。可不，就等你的酒好了，便是美酒配佳肴。还剩最后半个时辰。到时候了。好香啊！考生李信，交卷。看来你晚了一步啊。这个人的酒要是比你那好喝，就没戏了。没有人的酒可以比我的酒好喝。你很自信？那是必须的，因为我和男人约定好了，他做那剑中天，
我当着酒中仙，未来酒仙的酒，怎么可能输在这种地方？你也还记得？我，百里东君，铜球考。这就合适吧。这位考生，现在场上就剩你一人，你、我，还有涂大爷，不如我们3人一起评判这场对决，如何？求之不得。这酒香啊！好酒，比我们千金台的金银水也毫不逊色啊！不错。确实好酒，酒香醇厚，入口绵柔，不是凡品。那就尝尝另一杯吧。这酒晶莹剔透，也没有什么酒的香味儿。如果你不说这是酒，我还以为是水呢。不过闻起来倒是清香沁脾。好清甜。百里东君，这酒叫什么名字？过早。过早？为何叫过早？因为它本可以酿很久，却为了让人提前喝到，过早的拿了出来。不过这陈酒有陈酒的香，过早的酒也有过早的清爽，而这一杯并不适合嗜酒之人，更适合温柔的女子或者清癯的老者。酒有千百味，并非其中某一味就是最好的。灵素，再给我倒一杯。这位小兄弟，我能不能再来一杯啊？欲求必有。同样是一杯涂大有点贪心啊！好熟悉的味道。涂大爷喝过这过早酒？我不知道什么叫过早不过早，我只知道这酒里啊，有娘亲的味道。从小娘亲每年都会给我酿这种酒。我想我的娘亲了，失态了，失态了啊！这酒也让我想起小时候，竹马成双，早得刚刚好。东君，你说这酒适合温柔的女子和清癯的老者，可现在看来，像涂大爷这般豪情的男儿，还有叶鼎之这种漂泊行客，也爱这酒。人有百态，酒中千味，谁知道恰好选中哪一位呢？好，这酒呢也喝过了，那就让我们来尝尝，这肉如何？我这里也是，欲求必有。柳月不让我进，你们也不让我进，我还是他师兄呢。哎呀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还不出来？柳月这家伙不会整我吧？尝尝吧，
诸位。再来一会儿。这羊肉似是芒果的。芒果？叶挺之，你去过芒果？北蛮吗？去过的。我之前有幸参加过他们的祭神会，这羊腿足足烤了6个时辰。叶鼎之，你不单单只是去过，而是在那待过一段时间吧？这羊腿的火候、步骤，可不是去过的人能够烤出来的味道。是。在我心中，游历一个地方，并不是走马观花的看，而是要真正的融入到那里生活。没有几年的一起生活，怎能算是真正的游历？叶鼎之，没想到你年纪同我差不多，经历到如此丰富。我最北去过北蛮，最南去过南绝，西面游历过大小佛国，东边也曾扬帆出海。这世间之大，我只怕去的不够多，去的不够远。哎，你还真像我儿时的一位朋友啊，说他还活着，一定同你一样潇洒自在。所以，柳月公子什么时候能给我个答复？关于方才这酒，相信在座的诸位心里都应该有了答案。胜出者就是百里东君。他那酒的酿法不过是寻常米酒罢了，我的可是你们学堂偏袒徇私。你的酒的确是好酒，口感醇厚，那是为何？可这酒，即使是再厉害的酿酒师，也需要半年才可以酿出这味道。可你却用了短短6个时辰，就酿出了这味道。灵素，查查它。公子，此人应是用壶里的酒替换了现场酿出来的酒。名字里带个信字，却做出如此卑劣之事，赶出去！来人啊！走，放开我！不公平！你这样不公平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不管你们什么规矩啊，但是我觉得小兄弟这过早酒就是比他那杯好喝。既然这酒已经判定了，我的肉也已经吃过了，那便请柳月公子也给个评判吧。学堂出事，时辰已到。百里东君，叶鼎之，过出世。柳月啊，你果然没令为师失望啊！100位只剩下16位，正好，正好。师父吩咐给的任务，弟子自然是要尽力完成。辛苦你了，那你好好休息休息啊。接下来的中事呢，我让雷儿和莫武去做就行了。不，弟子愿意去。这可真是破天荒了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了？因为这次大考，出现了很多有趣的人，所以弟子很期待他们会为学堂带来怎样的惊喜。而且什么？我想收一名做弟子。真的？哎呦，那以后咱们师徒俩会不会争起来？不会，徒弟
自然是抢不过师傅的。更何况，他们中有人武功很高。有多高啊？高到我没资格做他们的师傅。求。草民叶鼎之见过亲王殿下。都说这秋露白是碉楼小筑的第一美酒，来，你也尝尝。怎么还没写啊？对啊，不过就参加个初试嘛，至于吗？哎，叫不醒呢。百里东君，过几日就要中试了，我来问问你，初试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想结识的朋友，或者不想遇见的对手啊？此话何意啊？回答我便是。叶鼎之，我不想跟叶鼎之成为对手。叶鼎之，他也不想遇上你。为何？知己相惜嘛，有点像你当年和顾老三的意思啊。哎。你是聪明人，相信你应该知道，本王这次找你的目的。承蒙殿下错爱。哼，是不是错爱，日后自有分晓。若你能助本王成事，名声、权力、富贵和女人，本王都能给你。我不需要这些，我只需要一样东西。哦，是什么？我要的东西，殿下一定有。好，只要不是玉玺，就都好说。不过你要的是玉玺吗？当然不是。行，那本王就提前答应你。好，那我就提前多谢殿下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大将军叶宇自恃功高，以权谋私，不敬圣人。有人检举，其有通敌叛国之嫌。然念其昔年护国有功，超满门，族人流放，业余带走面圣，亲子。
叶将军，还等什么？还要本王亲自请你接旨吗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欲加之罪。报，这是在叶将军府中发现的与敌国往来的信件。证据确凿，何为欲加之罪呀？爹，爹，还等什么？带走。哼，亲王，我要的怎么会是玉玺呢？义子落霞，展信平安。我近日密访北离天启城，恐自身身份另生事端，故借用子之身份行事。情况紧急，来不及同子细说。此行也多亏当年同阿紫学得一二把戏蒙混过关。他日定携美酒拜访，童子开怀畅饮，以谢今日。妹。月瑶，小大件哈。我要这个红色的小老虎。我也要。客官是来买东西还是来当东西？月瑶小姐，你怎么还扮上大掌柜了？各中细节我已写在信中，劳烦您将此信交给落霞姐姐。小姐请放心。嗯。齐轩，怎么是你？是。你故意向小姐泄露行踪，你在提醒小姐，我们来了。难道小姐不才是天外天国主之下真正的主人吗？她应当知道我们的行动。看来我出天外天之事已经被吴相使知道了。他既已知道我的动向，想必齐轩此行也是为了百里东军而来，就是不知道
这次来的人，是不是只有齐轩一个？也罢，无论如何，也是多一分胜算。你来了。明日开始便是中试，今日之后，我不会再来传授你内功了。落花流水，学完了吗？傻小子，哪有武功真的叫落花流水？那是我胡编的。这门功夫是你师傅独创的，叫秋水诀。秋水诀。秋水时至，百川贯河，径流之大，两寺主崖之间，不变牛马。你师傅年轻时云游天下，于秋日睡于大河之畔。是夜梦入河川，与河伯对话。第二日，便创下这秋水诀，以自然之气牵引内力，如江河般滔滔不绝。这么厉害！在我心中，天下间有3个半妙人。哪3个半啊？第一个，就是你师傅如仙古尘，书读万卷能换万千，仿佛世间没有其不能之事。这第二个嘛，就是学堂李先生。只不过我这个人比较讨厌俗气，因为太多人崇拜他、敬佩他，所以我反而讨厌他。不过他曾经私下舞榜，并扬言天下间没有人可以平定于他。倒是件好不俗气的事情，所以他也算个妙人。这半个就是国师齐天辰，他本是通天，可以媲美吕素贞之人，却因在朝因为一顶国师的帽子被压着，平白少了一半的仙气，所以他只能算半个。你只说了2个半，另外那一个呢？我自己啊。你也太不要脸了吧！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接下来的中试便是力量对决。不过这次的规则是可以组队，所以我建议你选。我自有我的打算。可你若按照我的选择，必然可以走到最后。学堂大考等闲人不得入内，你怎么了解这么清楚？我本就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倒是你比我想象的要笨。竟然还没有猜到我的身份。白小堂，没错，我就是白小堂堂主姬若风。若风，你怎么跟萧若风是一个名字呀？哼，没想到你倒问住我了。我和他虽然同名为若风，可他是乘龙之风，有人想借他的风登临九天，破云化龙。而我是无影之风，无地可寻，无从可握，却又无处不在。我们并不相同。这什么情况？乘风踏云步。很期待接下来你在大考中的表现。只是，千万别死了。学堂大考也会有生死较量。你太小看天启城，也太小看学堂大考了。是我太小看这天启城了吗？我从不小看任何。我只是觉得，当我手持长剑，我便是那个能走到最后的人。老切，你觉得这次参加大考的人怎么样？除了叶鼎之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人值得我们注意。虽然
他还没有展露其他的本领，但是光是名字，就已经足够让人遐想的了。谁啊？诸葛云。诸葛。不会是那个诸葛吧？这世上会奇门遁甲的，除了那个诸葛，还有哪个？百里东君他……若是东君他学成归来，安然无恙，我便拿给你解药；而若是期间出了什么意外，中了温香暖玉的人，会死得很舒服。雷师兄，你对百里东君的关心比我这个推举人更甚，这很不寻常啊。有吗？哎，没有吧？毕竟他帮过顾老三嘛，互相帮助。放心吧，现在的百里东君也不只是我们看到的百里东君了。你不是最讨厌这段场面，以为你完成了出世，便不会再出现了。一会儿你就知道答案了。哎，雷兄，你说这次中试，谁会震惊全场？叶鼎之、叶落霞，还是那个会奇门遁甲的高手？这些选项中怎么没有你啊？你让我怎么选？不愧是自家兄弟啊！那我再问你一次，你说这次中试谁会震惊全场？是叶鼎之，还是叶落霞，还是我，还是那个会奇门遁甲的兄弟？叶鼎之，你有病啊！不，实话实说而已嘛。你现在啊，要是想要震惊全场，还太早了。哎，你们到的可真早啊！哈哈。没有我在，你们一定很尴尬，你们一定很没有话聊吧？那可不是，两位公子已经并排站了小半的时辰，彼此就说了一句话。正常，放心吧。一会儿呢，就由我负责来把控这全场。他们两个太没劲儿了，要是由他们来介绍规则，底下的人都紧张死了。而我，可就不一样。你是不一样，你可以从早说到晚。他们困了，自然就不紧张了。这话说的倒是没错。行了，你们16个人现在就算是进入我们学堂的中试。根据我们中试的规则，你们必须4个人分为1队，一共分为4队，每一队拿到一条线索，然后你们得根据这条线索去找到最终的事物。谁先找到这条事物，你们就可以拜入学堂，而师傅就会在你们4位中挑选1位成为他的关门弟子，也就是我们的小师弟。当然，仅凭一条线索就要找到最终的事物可不容易。如果你们能凑齐4条线索，相信答案将会清晰明了。所以啊，打败其他小队，夺得他人的线索，才是你们胜利的关键。那靠什么组成小队？需要抽签吗？自己选吧。自己选？可是我们并不认识啊。要不咱俩一起？你们确定这段时间还不熟悉彼此吗？谁的剑术好，谁的毒术好，谁的轻功好，谁又最难对付？难道你们没有调查清楚吗？你们所有人的名字，你们所有人的来历，查得到的，查不到的，大家心里没数吗？一个个都是聪明人，别在这儿装单纯了。你们啊，有这闲工夫来这儿抱怨这些事儿，还不如早点选择自己想要选的人。毕竟时候不早了。周末，你提点的太多了，半个时辰，开始吧。让
让一下，让一让。哎，老怪，让开让开！要不我们一起吧？对啊，我们一起吧。这叶景之还挺受欢迎。几天前，叶鼎之在城内阻止了一场械斗，武艺之高，震惊天启。这你都不知道？还有这种事儿？小姐，是否愿意同我组队呢？是他。虽然我从未见过他的真容，但既会奇门遁甲，气息如此相似，不会有错。他若来了，事情便麻烦了。怎么，小姐另有打算啊？我若是另有打算，你莫不是会有意见？自然不会，只是希望殊途同归，能在终点跟小姐相见。现在可麻烦了。等等吧，叶兄，叶公子，再考虑一下吧。真去考虑一下。看来你的好兄弟要比你更受欢迎了。我有一份详细的计划，我们好好聊聊。肯定比他强。叶公子，给我一个。你要我吧？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们两个组队吧。我们？嗯。姑娘，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想问你，我们是不是曾经在哪里见过？你是不是因为这个选的我？你不要多想啊，我选你呢，只是因为你长得好看。长得好看的人呢，就该跟长得好看的人在一块儿，这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亘古不变的真理。我看了这一圈考生，对你很顺眼。虽然这么说没问题，但是叶公子，再考虑一下吧。真去考虑一下吧。叶公子。哎，烦请各位让一让，多谢各位的抬爱啊！但是我已经有我自己的选择了。叶公子，多谢多谢，我选。叶兄。叶公子，想不到你会选我。请让让。我选你。哦，你为什么选我？你长得好看。行吧，你也不错。我听你们说，长得好看的人跟好看的人在一块儿，那个诸葛云长得倒是不错，只可惜他跟我们不是一路人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在下夏侯孟定，愿和二位结成一队。在下赵玉甲，也想和二位结成一队。我知道你是那个变戏法的。在下会御兽之术，在这天启城中赫赫有名。我也会御兽之术，江湖之上别无对手。我说兄弟，你是故意和我作对吗？如实所言罢了。那我们就比比。狮子诀，他来自望城山。这一招我还是第一次见。看来这一次考生，真的都是卧虎藏龙啊！这玄门的高手都来我们大考凑热闹，看来我们学堂的威名已经震慑天下。怎么样，你的兽还御不御了？不御了，告辞。那个，我可以。我不止会变戏法，
告辞。告辞。原来是你呀，赵玉甲，不选我，我可就走了。哎，选。我倒是觉得你这个小哥挺不错的，跟我们是一路人。那我们的队伍便算是成了。等等，姑娘，你虽然长得很好看，但我没有确定要选你哦。叶公子有什么打算？事关紧要，还是要谨慎一些比较好。百里，试一下这位姑娘武功。我快。好。你的轻功不错，比那天好像要快了一些，不是普通的三飞燕。这是我自创的，叫一醉千里。袖里藏剑，轻妙无比啊！一醉瞬杀，倒是惊险骇人。我并没有杀心，这一剑只是试探。做梦啦？梦到东君了。哦，梦到什么啦？梦到东君学会了我的瞬杀剑法，还把我教他的三飞燕改进了一下，成了一门新的功夫。这还真像是白天里会做的梦。百里小公子，我这一招袖剑可算是过关了。我都告诉你了，我只是试探，过没过关，你问他。姑娘，学堂中事凶险无比，自然要选择有一定实力的队友，不要怪我。从此刻起，我们便是队友了。啊，他们四个竟然凑一块了，强强联手，胜算更大了。胜算大了吗？我怎么觉得是小了？师傅只收1名弟子，若他们赢了，你觉得师傅会选叶鼎之，还是百里东君？先生从不收最好的，只收最有趣的。而你是个例外，你很无趣，但你无趣到了极致，反而变得有趣了。所以先生才收你为徒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趣？嗯，是挺有趣的。我倒是觉得这个叶鼎之比你更有趣。行了行了，时间到了，各位组好队了吗？那我们下一场比试的场所会在哪里啊？师傅。下一场比试的地点便是这整个天启城。那么何时开始呢？自然是现在。你们的百里小公子还着急考完试赶着去喝1月1次的秋露白呢。你还知道这个？我方才去了一趟碉楼小筑，取了这个月的最后一盏。哎呦，糟了，你恐怕喝不着了。嘿，你这老头，小心我给你抢过来！不可对先生无礼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少年不惧江湖老。
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好，那我便静候诸君了。他真是不给人一点喘息的机会啊！古有云：“齿素如矮雀，以毒结霜里。欲知心底事，还取府中书。”总之就是这鱼肚子里边有线索，分别藏着未申酉戌4个时辰。一会儿呢，你们每个小队派一个人上来，抽到哪个时辰，哪个时辰出发得了。出发之前，墨尘公子会将锦囊交到各位的手中。对了，若是有小队最先找到最后的答案，这高台上的金钟就会敲响。到时候，烦请各位考生回到学堂集合，明白了？那就来吧。为什么我们每队出发的时辰都不一样呢？因为每个队都只能拿到1个锦囊，每个锦囊就是1个线索，总共4个线索。先出发的人则可以博取先机，或是隐匿，或是尽快破题；而后出发的人则可以关注先出发的人的方向，或是寻找，或是守株待兔。若是同时出发，那还比什么呢？直接在这里打一架，赢的人拿着锦囊去找答案不就好了？哟，不错呀，这位考生，看来你对中式的规则了解得很透彻呀。行了，你们每队派一个人上来吧。安排谁呀？小赌王，自然是我了。抽到未时的人是最早出发的那一波，可抽到戌时的人还要等3个时辰，在这3个时辰间，他们就可能已经找到答案，所以比试现在就开始了。申时，不错，率先出发难免会沦为众矢之的，申时不失为一个更好的选择。不愧是小赌王，厉害！你还挺会拍马屁的。你一定单身吧？闭嘴吧你！你说魏时会是哪一队啊？魏时，这儿。魏时。酉时。戌时。魏时的队伍出发吧。好可怕的对手，真是令人担忧。你有什么好担忧的？你又不用考试。赢了的人会成为我们的小师弟，可我不希望跟我们做师兄弟的是这个人。连我这样的师兄，你不都忍了这么久吗？我才是师兄。行，你是师兄，本来就是，你自己疯的。应贤已按照王爷的吩咐，将消息传达给叶鼎之了。想入本王的麾下，必然得付出一些代价。只有背上镇西侯府小公子的人命，这叶鼎之以后才会乖乖的受本王控制。哎。弟弟，你觉得这次大考中，谁会成为你的小师弟啊？兄长什么时候也关心起学堂之事了？朝堂当中有很多人对学堂之事很感兴趣。我知道弟弟一向维护学堂，便从不过问。
只不过，这次这些考生中，定会有一位成为亲王的。无论他是谁的人，只要入了学堂，便是学堂的人。兄长，你输了。切磋棋艺，为兄向来不如你啊。嫂嫂近日如何了？她已经被我接入别院，待到父皇赐婚的日子来临，便结琴瑟之好。师兄，外面可真热闹呀。今日是学堂大考最后一场。是吗？是。他们可真恣意，真让人羡慕呀。如果我的人生也能像他们这样活着，是不是也能够这样恣意、热闹呢？师妹，这街上也太清静了吧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今日学堂中试，自然提前清了场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那个锦囊上面写着“君不见玄武临事”，玄武。 到底什么是玄武啊？若真那么容易，还能算是中式？玄武，应该是玄武楼。玄武楼，不错，天启城最有名的藏剑阁之一，归属学堂所有。天启城还有藏剑阁，这么厉害，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小公子，你这么没见过世面呀？家教严，家教严。那便出发吧。 大家已经出发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他们4个竟然组成了一队，如此巧妙，果真有趣。更有趣的是，这4个人都很有来历。有消息了。尹落霞，前赌王尹顺水之女，也是如今的赌王。她母亲是罗阳侯唯一的独女，因受不了好赌成瘾、四海为家的尹顺水而离开他。 尹落霞一直跟着他父亲尹顺水，他的武艺一半是跟他父亲学的，另一半是跟他父亲的3个朋友，也就是江湖中的吃喝嫖赌4大邪徒中的另外3位。尹落霞身份清白，跟随父亲隐居后很少离开，也从未与天启城任何人接触过。
他真是尹落霞？他上次露面还是志同模样，不过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，有7成可能。其他人呢？叶鼎之，江湖散人，在有揭露的行迹中，他第一次被人发现是在男爵，后来四处游荡。不过他应该是北离人，并且他很有可能是因叛国被满门抄斩的叶羽将军的幼子。他被偷梁换柱换了出来。他在男爵境内被人发现时，跟在一个人的身边，那个人是他的师傅。是谁？男爵第一高手剑仙羽生魔。哼，男爵第一高手的徒弟，竟然拜师学堂李先生，看来是想做天下第一高手啊。不过他和叶羽的关系是如何推测出来的？仅凭一个姓氏和出现的时机，未免有些牵强啊。当年叶羽将军叛国，乃是一桩冤案，而在背后陷害叶羽的，就是当年刚被封王的亲王。日前，叶鼎之和亲王有过短暂的接触，所以他应该是叶鼎之，但尚未确认，存疑。那赵玉甲呢？没有。没有。没有的话，就只有2种可能：一是这个人是凭空冒出来的。2是，这是个假名。这个赵玉甲是个秘法造诣的高手。我们虽然没有查到他，但是我们查到了秘法宗门魁首望城山掌教吕素贞最小的弟子赵玉珍。据说他是望城山100年难遇的天才，但自从上山之日起，就再也没有下山过。所以说，这个赵玉甲很有可能就是赵玉甲。妙啊！而且这个赵玉甲有举荐人，你能单拎出来跟我说，那就说明他这个举荐人来头不小。比萧若风如何？赵玉甲的举荐人是学堂李先生。是吗？那还真是有趣啊。诸葛云呢？诸葛一族的隐秘地依然难以寻觅，不过也有迹象表明，诸葛氏已经被灭族了。但或许真的有族人能够逃过那场灭族的屠杀，也不一定。于是我们便想找到举荐诸葛云来此的学堂长老一探究竟，结果却发现什么？他已经死了。死了？没错，而且是他杀的，死在了云游至北面域外的路上。但这个消息还没传到学堂，所以学堂并不知道，就连我，也是刚刚才查到的。这条消息传给萧若风。是。北境域外，诸葛。对了，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这条消息很重要，得加钱。无座尊师，他们不好对付。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那2尊师，我已安排妥当。老二，你先去处理那些麻烦的考生。齐轩，你就跟我去找小姐他们吧。诸葛云，我们明明是队友，理应在重视中相互扶持，你为什么？
你究竟是谁？诸葛一族不是以侠义著称的吗？怎么会是你这般的恶鬼？这里面真的有我们要找的东西吗？进去看看。这玄武楼有古怪，诸位还请小心，千万不要离开我1丈之外。千万小心！小心点。等等。鸿胪寺的盘龙寺。盘龙寺乃经铁所铸，细到几乎无法用肉眼来分辨。世间很少有比这还隐秘、还锋锐的武器了。你们怎么不走啊？好像也没这么锋利嘛。你这可是仙宫品的剑，而这只是最普通的盘龙丝。还有不普通的盘龙丝？那你就得自己去问鸿胪寺星下的人了。走吧。哇，原来这就是剑塔，真是壮观。这才是真的仙宫品剑吧？怕是只有仙人才识得吧？这剑楼里的剑都这么不值钱，无人看守。也不怕被偷，那也得看有没有名头。既然我们已经到了，接下来该做什么？线索不过是一具尸罢了。你在看什么？我总觉得这剑柄上的玉像极了眼睛。你看到了吗？还是我眼花了？你没看错，我也看到了，这剑柄上的玉似人眼一般眨动了一下。不如我给它劈开看看，里面藏了什么玄机。小子，此剑价值连城，若毁了，就算你最后成了学堂的弟子，也得赔。我乃信阳剑仙佩剑，我是扶风仙子佩剑，明月剑，齐霄剑。吾乃剑楼之主，万剑归宗，我统万剑；万剑归宗，我统万剑。魑魅魍魉，
装什么贱主？君不见，玄武万剑，天下众魔何敢敌？是那首诗，看来我们来对了。不，你们来错了。双瞳，传说仓颉4目为皇帝使，这世间竟真有一目双瞳之人。凡人双瞳，半步神仙；智者双瞳，一步登天。你是谁？我是你们的阀。既然你们已经来到了这里，想要得到最终的答案，就得过了我这一关。你是学堂的人。我说了，万剑归宗，我统万剑。装神弄鬼。小心，现在敌人在暗，我们在明。大殿一片漆黑，我们看不到他，他应当看不到我们。双瞳之人，一瞳属日，一瞳属夜。想必此刻在他眼里，楼内之景纤毫毕现，而我们才是4个瞎子。我听风辨位也修了几年，但现在我却找不到他的位置。没错，他似乎无处不在。没时间了，这里既然与我们要寻的东西无关，就不必再纠缠，往外跑。怎么办？我们出不去了。我有办法了。你不是说那个很值钱吗？那小爷我就给你劈个一干二净。大胆！快走！你把柳月和墨神撂在那儿，自己却跑来找我躲嫌。哎，我要是不找你，你又怎么会知道百里东军那小子去了玄武楼呢？玄武楼？你说他的运气怎么能这么差呢？哎。小先生，方才有人送来了一封信，还跟白小棠买消息了？对啊，花了我好大一笔银子呢。真有钱。那边说了，这封信还得加钱。那看来这是了不得的消息啊！要通知停止大考吗？来不及了，去找百里东军。百里东军！你们刚才就应该别管我，直接跑啊！浪费了我这招声东击西。既然逃不了，那就打吧。 4个打1个，还怕我们拳头不够硬吗？ 你跟他对一拳，就知道你的拳头硬不硬了。虽说我刚踏入江湖不久，但我还是看得出来的。此人为逍遥天境，咱们几个金刚凡境，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你错了。哪儿错了？我不是金刚凡境。我是自在地境。那你还来拜什么师啊？谁说我是来拜师的？我师尊吕素贞乃是世上行走的真仙，可不比李先生差。我是奉命来此，
历练一番的。东君啊，怎么了？我也是自在地境。我才是那个处决。不打了，你们4个走吧。为何忽然放了我们？刚才你们有机会抛下那个用剑的小子独自逃跑，却没有那样做，我觉得很满意。所谓学堂的考核，不过是一个我满意。若要你们真的打过我，才能算作通过，那还拜什么师？你们自己就可以当老师了。你们以后也需记住这一课，不管何时，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同伴。鼎之记下了，玉甲也记下了。玉甲，真是个烂名字。都说了让你小心点。前辈教训的是。哎呀，再多赠你们一句话吧，只靠你们自己的锦囊，是无法找到你们想要的东西的。所以，你们还得去找其他几队人，只有集齐4个锦囊，方能得到真正的答案。晚去不如早去。走吧。多谢前辈。谢了啊，还知道救我。今年这些年轻人还真是不错。你还好吧？不太好，我体内的真气在四处乱窜。刚才那个怪人，该不会是以为我真要把那个巨剑给劈了，所以用了狠力。我得马上调息一下。我来帮你运气，很快。你需要多久？少说得小半个时辰。他这伤必须现在就治，不然我们一会儿遇到诸葛云，我们少一人也不好对付。我为你们护法。没想到你会的可真多呀！那是因为死过很多次。这先疗伤吧。真好啊！什么真好？年轻而绝世的少年，齐聚于这座集世间繁华于一处的城池，并肩作战，在屋檐之下对坐疗伤。这本就是一件让人觉得很好的事。如果你们不出现的话，今日这里应该只有1队人来才对。我们探得一些消息，有人伪造身份混入了学堂大考。不错，有个年轻人是吕素贞座下大弟子王一行，不是什么赵玉甲。不过以吕先生和李先生的关系，此事李先生早已知晓，不必大惊小怪。不是什么赵玉甲，还有其他人，只是没想到我们来晚了一步，他们走了。小先生，我们在一条小巷中发现一个小队，队内的4名考生全都死了。全都死了？那个诸葛云呢？
诸葛云死了吗？是的。诸葛云死了的话，咱俩猜错了。白小棠的消息向来很准，我们去看看。诸葛云是诸葛家的人吗？我随你们去。其中3名考生死状惨烈，刚来这里的时候几乎没法看。我们已经派人去信，告知他们家人。这是个什么样的变态？这些考生跟他有什么冤仇？为什么要惹杀无辜之人呢？诸葛云死的比较特别，尸身上也没有那么多伤。这边。死了。我知道了，这个凶手肯定对诸葛家是有独特的情感，不然这个诸葛云死的也不会比别人漂亮那么多。现在不是说这些废话的时候，快派仵作过来验尸。这个就是你们说的诸葛云吗？他不是诸葛云，而且他不会武功。替死鬼。这个诸葛家的人，你们就一直没有看穿吗？没有。虽然学堂对他的身份有所怀疑，但他所使的武功确实是奇门遁甲。我想，我猜到他是谁了。只是，如果是他，那么事情可就麻烦了。有意思。不过我们来不来，不是你能管得了的。果然是仵作使，而且惊人，仵作双尊都来了。诸葛云？不对，你周身的内力波动，不是诸葛云这样一个年轻人能拥有的。你到底是谁？这你便无需管了。我们的目标也不是你。你先替他疗伤。现在，交给我。好。无名小辈，就不要在老夫面前放肆了吧。无名小辈。这是一成一败，谓之一劫。自此天地以前，则有无量劫矣。此乃无量剑法。你不是赵玉甲，只许你不是诸葛云，不许我不是赵玉甲。没错，我不是赵玉甲，我乃望城山吕素贞座下首席大弟子王一行。你未来的弟子正在面临强敌，生死关头，你却在这儿喝酒，打瞌睡。首先，这是天启城啊，一个武者贱如狗、高手遍地走的天启城。
要说敌人有多强嘛，也不算强，因为最强的人是我，我才是天下第一。这大考怎么这么久啊？我都累了。他们遇到的敌人，不是普通的敌人。哎呀，哪有什么普通不普通啊？敌人就分成2种，一种呢，他要杀你；一种你要杀他。遇到你要杀的人，那就磨剑10年，殊死一击；遇到他要杀你的，那就不管怎么样，能活着就好。方才若风送来的消息，你猜到那些人是谁了吗？天外之天，方外之地，也是一个曾经的王朝最后的退守之地。那个王朝，国主信奉圣天教，乃是个教国一体的王朝。当年我见过他们国主，他身边有5个武功极强的侍从，分别叫无法无天、无相无作。放到如今，每一个都算得上是绝世高手。你方才说有5个侍从，为何只说了4个名字？是啊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果然，有你这个双瞳老儿在，就没什么好事。诸葛云，等着！之前你为何不告诉我？此次来的是无作使，多了很多胜算，难道不好吗？如今无作双尊合体，他们哪里还有命在？假装为我所伤，先静观其变。临、兵、斗、者、剑、智、力、潜、行。9字真言，有趣。出！这是不动明王功。运功时成金刚怒目相，鬼神皆畏惧，是为不动明王。此功已爆发出自己身体里所有的能量，逆境杀人，是世间最蛮横霸道，却也是最伤人伤己的武功。你竟真的能变不动明王，我不信。那就打到你信。真有能耐。好了，叶鼎之，快收工吧。这么大动作，学堂应该也能察觉了，留些余力等他们的人来。收工。不好，他要走火入魔了。看来你这不动明王功就练成了一半啊！那就莫怪老夫诛灭你这小神了。当着我的面敢动我的人，我不过是受了点小伤，就容你这么放肆？等了这么久，也该轮到我这个主角
少年。我们会再见面的。 为什么？我刚刚感觉到他回来了。他没回来，他已经死了。我知道。你不知道。 他当时没死，在黔东城里面待了10几年，他是死在了几个月前。死前留下一个弟子，你刚才感受到的就是这名弟子的剑意。尘嚣不见，剑意永存，也算是慰藉吧。 那他的那个弟子会来这里吗？兴许吧，谁知道呢？哎呀，或许他早就忘记你这个天启教坊32阁的主人了，又或许每次午夜梦回时，他都在呼唤你的名字。烦死了！怎么追也追不上。这家伙故意带我们绕了一圈。他是在替他们争取时间啊！这家伙还有同伙？哎，是柳月，他为什么突然召我们回去啊？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师傅他准备接管这场考试。 如何？你为何会受如此重的伤？学堂的人明明我已经拖住了呀。那3人出乎意料的厉害，其中一个来自望城山，会无量剑法；另一个竟会不动明王功。百里东君更是使出了西楚剑歌，再加上小姐不知为何迟迟不对百里东君出手。小姐。 带不回百里东君，我们怎么交代呀？无碍，无相氏还有后手。哥哥，有人。还回头呢？这里呢？ 学堂李先生，很好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记得我。那么，就无需多说了。等一下，我们此次行程与先生并无关系，先生为何对我们下手啊？哎，你知道我为何叫李先生吗？因为我是学堂祭酒，
你们动了学堂大考，还怪我为何要对你们动手，是不是很可笑啊？走一个死一个吧！学堂李先生口气果然很大。就是你了，你一直在挑衅我，不杀你，好像说不过去啊。那就来！尸体不许带走，听好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去找其他队，去抢他们的锦囊？刚才诸葛云跑太快了，我都忘了抢了。没关系，我拿到了。你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拿到了，真不愧是楚老千的行家。会不会说话？不对呀，一个队不是应该只有一个锦囊吗？怎么诸葛云他们有3个？他根本就不是诸葛云，那些锦囊定然也是从其他队里抢过来的。而那些考生，恐怕凶多吉少了。好了，现在抢那么多也没用了，至少我们很辛苦的活了下来，不是吗？姑娘方才若是不告诉我们，不作声的拿着锦囊就跑，说不定李先生最后一名弟子就是你了。不如我们先看看锦囊里的内容吧。是一首诗：天不出朱雀离气，君不见玄武临事。风中现，白虎睥睨。月不落，待谁而起？苍龙、白虎、朱雀玄武，天之四灵以争四方。王者至，宫阙殿阁取法宴。这首诗既然以四兽为题，那答案便应从四兽中找。苍龙、白虎、朱雀玄武，如今有其3。那苍龙呢？我知道了，答案就在苍龙。月不落，待谁而起？我们要去的是龙起之地。龙起之地？青龙门啊。天启城有4座城门，镇守四方，而青龙门就在皇宫之外。只不过，青龙门有2条路，我们该走哪一条啊？青龙之门，左生右死。小姐，引百里东军往右。快走！百里东军！你们刚才就应该别管我，直接跑啊！往左。你们往左。我往右走，分散开来会好一些。怎么能让一个姑娘走一条路呢？我往右吧。不如我们……不可。为何？方才那些人，不知是什么来路，难免会在路上设下伏击。你们都受了伤，我伤势较轻。我往右走吧。姑娘和东军往左吧，我和一鼎之往右。放心吧，即便是这种情况下，能打过我们联手的人，也屈指可数。确实如此，这样也好。走吧。走了。我们也快走吧，天快亮了。不是，这为什么不能一起走啊？尹罗侠有问题。我怀疑他有。学堂大考之前，我曾在蓬莱阁与他有过一面之缘。当时，他可不是这身装束。不过，他最后应该选择站在了我们这边。哎，鼎之，你既然知道左边是生路，为何还要往右边走？你猜，等右边的人发现不对，
来不来得及赶到左边呀？我可不敢赌。那野落霞呢？他往这边不也一样？他背叛了他的组织，等待他的或许只有死路一条。看不出来啊，叶兄弟，还挺怜香惜玉。过奖了。人帅心善，见不得救了我们一命的人枉死而已。哎，对了，你是吕素贞的徒弟，那你为何要参加学堂大考呢？受人所托。你呢？不动明王宫，你是羽生魔的徒弟，怎么不满足于男爵第一，来拜天下第一？没有，想来看看卧虎藏龙的天启，顺便瞻仰瞻仰李先生。与其说是卧虎藏龙，不如说是吃人不吐骨头，你说是不是？此去青龙门正常需要多久？半个时辰。那便拖上他半个时辰好了。也不知道是他们先到还是我们先到，这到时候收徒怎么算啊？总不能再打一架吧？百里东君，我们到那儿还要多久？半个时辰吧。太慢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你可就要辜负你的兄弟为你敷衍的一番好意了。不如谁先到，就谁拜师吧。你这也太赖皮了吧！论轻功，我还没输过呢。友好了，不动明王反噬了。再次使用内力的时间间隔太长。你方才内力耗尽过，不过我们交手时，筋脉并未损伤。能达到如此经脉强度的，你也是天生五脉。什么东西啊？他说你是天生五脉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不如你跟我回去吧。王兄，你们是谁啊？他。这人看起来好面熟。我们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主人的家仆，从府里叛逃出来，我这就带他们回去。世间哪有穿成这样的家奴，又哪有武功如此高强的管家？姑娘，我劝你不要多问。你累了，休息一下吧。
你走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走吧。如果你坚持要救他，我会杀了你。哦，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这个徽记，你是影松的人。这是哪里？王府。走，或者死。师兄果然厉害，他竟然被你吓跑了。不，他很强，我也未必能打赢。他忌惮的是你的身份。师妹，这次你救下的，怕是2个大麻烦。我乐意。师兄，你可千万别跟我说出去了。好。哎呀，到了没啊？师傅，师傅，到了。当年我这些徒弟拜师的时候，个个白衣如雪，风度翩翩的。你看看你们俩，真是差远了。当年他们拜师的时候，又没有人追着要杀他们。哎，你们2人一起来，谁要拜师啊？弟子尹落霞，此次大考全靠其他3人庇护，走到这里已是幸运，不敢求学堂收入。尹姑娘，百里东君，我就送你到此了，告辞。姑娘是否愿意拜我为师？哦，敢问公子收我的理由？因为你长得好看，且很机敏。而我的武功只教与我有眼缘的人。为何？我的武功掌握在我的手里，所以我说了算。这个理由如何？更何况，姑娘的行事作风颇合我眼缘，想收就收了。可我这多好啊，尹姑娘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柳月，你还真要收徒啊？师兄，我都还没有收徒呢。按照辈分来说，应该是我先收才对吧？你想收就收，但大嫂应该会把你埋进剑冢里吧？你若不愿意，那就罢了。不，我不是不愿意。承蒙公子厚爱，落霞感激不尽。只是左右现在带不走百里东君，不如进入学堂之中，日后再行筹谋。柳月公子，对不住。弟子拜见师父。哎呀，拜个师有那么麻烦吗？喂，小子，你呢？我？我先不拜，我等人呢。等人？王仪行是吕素贞的弟子，他不会拜在我门下的。我知道，但还有叶鼎之呢，他一定马上就会来的。哎，这我倒听很多人提过这个名字，叶鼎之，叶鼎之，听起来挺强的啊。比我强。那如果他来了，我选了他，你怎么办？那能怎么办啊？虽然免不了被嘲笑一番，我也只能骑着我的马，回我的乾东城喽。
你先来的，我给你一个机会。你觉得，如果你们两个同时在我面前，我应该选谁？你应该两个都选。为何？因为我们两个都很优秀啊，错过谁你都会觉得很可惜的。嘿嘿，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这世上只有别人因为错过了我而觉得可惜，从来没有我因为错过任何人而可惜。初选那日，我酿了一壶酒，啊，而叶鼎之呢，烤了一只羊腿。所以呢？你怎么这么笨啊？一口酒，一口肉，难道这不是天下间第一等的快事？是啊，这的确是天下第一等快事啊！我是那酒，叶鼎之便是那肉，我们两个在一起，便是你今日最大的收获。哎呀，嘿嘿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好，我陪你等。哎呀，我怎么觉得你琢磨多言的名头，很快就被百里东军抢走了？百里东军，你为何想要拜我为师啊？我得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。都已经要拜师了，你到现在才在想这个问题啊？我小的时候跟人有过一个约定，说我们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但现在似乎除了学堂，也没人可以让我的爷爷和父亲低头。而且萧若风他们也劝我，让我拜你为师，说你是天下第一，多么多么的厉害，多么多么的传奇。所以啊，在我来到学堂之前，就认为自己已经是那个关门弟子了，才不是来参加什么天杀的考试的。不过，此时此刻，如果问我，想不想成为你的徒弟，我想，我应当是想的。虽然你依然不了解我，我有过一个师傅了。他是我见过这世间最绝世的人。他临死前告诉我，希望我酿一壶桃花月落，挂在天启城最高的地方。他还跟我说，这世间除了李先生，没有比他更强的剑客。所以，如果我此生再拜第二个师傅的话，那这个人，他只能是李先生，才不会堕了我师傅的名头。看来不是我选了你，而是你选了我。哼，没错。你选了我不亏的。怎么了？因为迟早有一天，我会名扬天下。怎么样才算是名扬天下呢？你爷爷、你爹那种够不够格？不够。北篱八公子够了吧？也不够。还不够啊？怎么才算够呢？我这样的呢？够了。你说对了。一会儿不管那个叶鼎之来了，我满不满意，你这个弟子我先收下了。好。好弟子。就。好喝，好酒，好弟子。